可能！挥手间便挡下了我的止水术。止水术？你刚说的是此术吗？宵小之辈，也妄突袭此术，滚回去告诉浮生，行止，他日必定登门拜访。是，星矢神君。站住！回来，把他带走啊！我征战沙场这么多年，却从未听说一个称呼竟能将对手吓成这样。你这称谓果然威风啊！威风又有什么用呢？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也未能及时赶到，害你受了这么重的伤。自我受伤以来，行止似乎与以前有些不大一样。这样的话，换作先前，他怕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口的吧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我？你不是早知道我知道了？学坏了？比神君差了点。如今浮生追兵已到，这场戏我演不下去了。方才那人，你放跑了他，他定会朝着浮生所在而去。当初我晕晕乎乎被莫方带走，也记不清是什么方位，跟着那人，定能找到浮生。不去。为何？如今你有伤在身，我不会留你一个人面对任何危险。如今我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只是法力尚未恢复，这么在人间待着也不是办法，还劳烦神君改日送我回灵界吧。不送。又为何？不想送。若王爷有本事，自己回去吧。我这副德行，你让我自己怎么回去？我现在连灵界的入口都探查不到，更别说腾云驾雾穿梭两界缝隙了。你这是在为难我。看出来了。送我回灵界，是应对现在事态的最好办法。第一，仙灵两界现在正是共同抵御外敌的时候，但仙灵两界积怨多年，我这副身子虽回去解决不了什么实事，与芙蓉君婚约若成，定能增加两界信心。第二，回灵界我或许有找回法力、恢复五感的法子，总好过在这里干耗着。第一，翼苍王跟芙蓉君的婚约取消了。什么？取消了？三界皆知，毕苍王沈离已战死。天君的孙子，为什么要跟一个死人成亲呢？取消便是了。这也是经过天君和灵尊的认同。第二，医好你的法子，我有。你有你不早说。
我是打算待你好的差不多了再告诉你。况且，我也在等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那个，我觉得好像是时候该我出现了。打扰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嗯，我早来了，就是在这儿贴了块墙角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但不是药，是那2味药的消息。在哪儿？北方大雪山金娘子的雪山妖室。金娘子。由此地出发，过了北海，绕过一个冰雪平原，会见到一座大雪山。此妖就在山中，便是金娘子。她有数不尽的稀罕物实，供人买卖。她的东西可能比仙界还要多呢。她一定会有医好你的药物。哎呀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如此，或许我能寻到一杆趁手的枪。哦，你的枪早已被神君……我的枪怎么了？你那枪，我已经接好了。我想的是，等你完全恢复以后再给你。你接好了我的断枪？神君这一本正经撒谎的本事，果真厉害。我是灵界的王爷，照理说，我死后的东西不是应该交由灵界保管吗？为何行止会得到那2节断枪，而且还重新接好？我的枪常年受瘴气熏陶，又杀人无数，煞气逼人，与行止那一身神气应该相冲才对。若是行止接好这枪，岂不是大损他的身体？这点暂且不论，灵尊怎会把我的遗物轻易给人？哦，顺路带的，一点心意。你看这鱼多好。婚约解除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嘴都笑烂了？怎么会呢？我是这么没良心的人吗？再过2日，我便带你北上。给我吧，谢谢。哎，你的身体是不是受伤了？我什么时候受过伤？少主，大人，黑渊被行止神君冻成冰雕了。行止与沈离在一块儿。是，大人，救黑渊吧！他受行止冰封很有用处啊。那个北海三皇子逃跑了，怎么办？留他无用，将他的东西与另外2物好生保存，立刻召集所有傀儡，随我出发大雪山，一举夺得。
是不是都凉了呀？哎，老方，吃了没？哎，拿着。哎，我不吃了，你们还在这等着？不等了，我们俩回去走了。啊，这就走了？一起走呗。大巡捕站，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啊！拿好东西，拿好东西，走啊！我也走啊。你也走啊？走。冷吗？不冷。这个给你披着吧，这温度我觉得刚刚好。哎，能在这山上做生意的，哪个不是有点修为？他们有为霸一方的妖怪，有修仙门派的高手，体魄都比常人强了100倍，也没见谁这么慌啊！唉，此处寒冷，不同于别处，风水中都有些法力，刺人的很呐。即使是法杖，也抵挡不住。这雪还要下多久啊？难道风雪不停，我们就没法上山？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上山，跟我走。这雪山金蛇妖是什么来头？架子断得这么高，以前也没听说过。那只能说明，你不喜欢买这些宝贝。这个金蛇大妖啊，搞不好比我活的都久。这么老，竟是上古的妖。我方才是不是脱口而出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？我是说，跟你一样年纪的人，都没有你长得这么……这话好像也不对。放狠话、下杀手我都在行，但安慰人这一事儿，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。我是说，你的年纪，你不说，没人能看出来。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。果然绕弯子安慰人这种事儿，一点也不适合我。你真的介意我的年龄比你大吗？我不介意，我一点也不介意。但是其实，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也不用在意我的想法。我在意。整个三界谁都可以说我年纪大，唯独你不行。神君还是莫要说这样的话吧。山高路远，你伤刚好，我来背你吧。不用，这点路我可以自己走。那我牵着你的手。眼前这个行止，大概不是以前的那个行止吧？这样的行止，让我还怎么与他划清界限？
上面写的什么？有朝一日，刀在手，杀光天外天上狗，抢光上古神，冲我妖师窟窿。你是唬我看不懂这上面的字啊？我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，骗你干嘛？那你可是得罪这个人了。没有过。那为何这血震蛇妖？这是什么风把神君给吹来了？他是男是女？是男是女何妨呢？奴家金娘子，有礼了。一身公子装，却自称奴家。神君带的这姑娘戒心好重啊！在金娘子面前，戒心怎能不重？神君好坏，怎能这样说奴家？此人当真没有问题？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会不会媚术妖法之类的？这你放心吧，他勾引不了我。就算他会媚术，他也不会施展在我身上。神君说什么呢？奴家可是一个字儿都听不懂。在外面站着说多累啊，咱们进屋坐下，慢慢聊。这门通向哪里？通向任意之处。走吧。过来坐吧。姑娘，你可愿陪奴家下一盘棋？沈离棋艺不精，就不奉陪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神君来。神君怎么扭扭捏捏、磨磨唧唧的？看来是要奴家帮上一帮啊！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这是有什么事儿连神君都解决不了，要来找奴家了？想请你将她的病医好。俏姑娘病了。气血虚弱，想来前不久定是受过重伤，但是这伤势已经痊愈，应该没什么大碍才是啊。神君要我治什么？但她的法力尚未恢复，并且五感时不时会消失。哦，这倒是奇事。来，姑娘，伸出手让奴家把把脉。
这竟伤成了这样，怎么这么烫？很烫吗？嗯，这些日子行止不少接触我，每一次都那样面不改色，没想到还是会烫到人啊。那行止……不疼不疼，奴家给你吃吃。多谢，已经不疼了。多年不见，神君是越发的不中用了，连个人也护不好。人家姑娘家都伤成这样了，也不见你心疼心疼，当真是薄情寡惜。妹妹，你跟着他定是不开心的吧？不如你将他踹了，奴家再给你介绍一个。同为女人，奴家自是更懂你。这金蛇妖竟如此喜欢戏弄他人。姑娘原是凤凰之身，就奴家看来，姑娘前不久应当是刚刚涅槃过。按理来说，不管是身体还是灵力，都该有较大长进。但是，姑娘身体里好似有一灵力充盈之物，在你涅槃之时，结火将此物焚化，融入你的血脉之中，致使此物与你本身的灵力相冲，气血逆行，这才导致你法力暂失。而后你又一直失血疲弱，灵力低微，以至于你的五感都时好时坏。若是长久如此，恐怕只会愈演愈烈。姑娘或许真的变成了废人也说不准啊。不过姑娘别担心，血妻子能助姑娘恢复身体基础，寻回五感。五彩熔火莲呢，可助姑娘顺气行血，疏通血脉，帮助你体内的两股力量相融合，这样才算姑娘真正的完成涅槃重生。你说的都对，神君也没有找错人。这两味药虽然极为难得，但巧的是，现下我的手里都有。若娘子愿意相助，沈离必竭力相报。不必如此麻烦。姑娘，让奴家再给你介绍一个就行。哎，打住，他不愿意。那可怎么办呢？神君这平白无故的找我要这么名贵的两味药，什么报答都不给奴家的吗？天外天的星辰，近些年格外明亮。若是娘子医好了神灵，行止，摘星以报。哎呦，天外天的星辰，奴家几千年前怎么求神君，神君都不给，这下竟如此轻易的答应了。哼，先前是奴家错怪神君了，原来神君竟如此看重这位姑娘。神君，你怎的也不早先表现出来，不然奴家可不敢这么光明正大的给姑娘做媒。那些星辰应该不能随便摘吧？若是摘了，你会有事吗？成了，奴家帮姑娘治病便是。只是治疗一旦开始，一连9日，日日都不能断。一旦中断，前功尽弃不说，姑娘也许会就此命丧黄泉哦。劳烦娘子了。无妨无妨，这天儿也不早了，两位上山怕也是累了吧？今日回去先好好睡一觉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你给我回来！又怎么了？多待一日，沈离便多痛一日。据我所知，血妻子的治疗方式比较简单，今天便医好她的五感。
好吧，好吧，也是难得见神君如此焦急的模样，也算是托了姑娘的福了。走吧。姑娘静心闭眼，好好调息。可觉五感通透了许多。这就完了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感觉一下。触觉在。檀香，嗅觉在，有些苦，味觉也在。星芷，我的五感终于恢复了，此药果然管用。金娘子的医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好说好说，那我这血妻子也给姑娘用了，五感也给治好了，我就去休息了。他是在说话吗？说什么了？二位贵客，奴婢引二位到别院吧。哦。这里白日是不会对外开放的。这些宝物都是奴家拿来卖的，不过，若是姑娘喜欢的话，奴家倒是可以少做笔买卖，将东西送给姑娘。只是，若姑娘愿意从奴家山里捡走一个独身郎君，那便好了。休得胡言！奴家只是开个玩笑嘛，神君这边粗，真是小肚鸡肠。姑娘，我们走。神君，这里面可是奴家要为姑娘治伤的地方，你可不能进。还望神君在外守着，切莫放外人进来。在里面，我也可以守着。那可不行，待会儿姑娘可是要宽衣解带的呀。啊，要宽衣解带？对呀。哎呀，早与你们说过了。姑娘这是涅槃未完成导致的功法尽失，这五彩熔火莲是要帮助姑娘完成涅槃的。涅槃之时，姑娘周身火焰可灼万物，弄不好连她自己的身体也承受不住。我原身为蛇，通体冰凉，且鳞甲皆带有术法，有我从旁协助，可助姑娘压制体内炽热温度，冰冰凉凉的。我如此努力配合，你们还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有点委屈，哄不好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姑娘的身体怎可让男子随意瞧见呢？就算你是神君，那也不行。你若非要进去，那好，你来治疗，我在一旁守护指导。只是这治疗过程中，神君必定会有肌肤之亲。神君你行吗？算了，
我在外面守着便是。但还望金娘子注意分寸，不要再说不该说的话，莫要再玩笑。走吧，姑娘。这里面什么都看不见，声音也像是被厚厚的石壁隔绝了一般，也嗅不到任何味道，简直像是再一次陷入无感全失的地步一样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虽然行止不在我身边，但我还是那个无坚不摧的碧苍王。没事儿，走吧。奴家可真是喜欢姑娘的脾性呢。随我来。这里便是奴家素日练功打坐之地了。那又通向何处？那儿啊，那里可不是活物该去的地方。姑娘知道奴家是妖，既然是妖，就难免会生出一点邪念。那处洞穴里，装的就是奴家数万年来剥离下来的邪命物。奴家将他们封在此山深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他们长成什么模样。所以，姑娘，你若爱惜性命，便一定要记住，千万别去那，千万别对他好奇。那方才是我问的冒昧了。无妨，本来这些也是要交代你的事。请吧。别紧张，这可是奴家亲手调的佳酿，别的地方喝不到的。尝尝，多谢。开始吧。有劳了。好妹妹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们山里的老师吗？有好几个真的不错。这神君年纪这般大，哟，神君这是生气了呢。哎呀，奴家险些都忘了，这以神君的法力，要透过这些法力屏障行一些多宗之事，那可是简单的很呢。原来行止是在偷听啊！罢了罢了，妹妹，你只偷外衣便可。嗯，好。这行止神君三棍打不出个屁来，如今也知道急了，关键时刻还是得靠老娘撮合。我要开始了。这便是五彩轮回，会有些痛，你且忍着。
这才第1日，后面还有8日呢。还可以吗？罢了罢了，谁让奴家如此心地善良呢？奴家就舍命救你一回呢。姑娘现在可有不适？没有，只是觉得身体里好似有些奇怪。怎么？我说不上来，只是觉得舒爽了许多。如此便好。金娘子，沈离有疑问。这碧海苍珠原本就是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是衔着它出生的。为何它的灼热之力会与我身体里的那股灵力相冲？衔珠而生，原来姑娘便是大名鼎鼎的碧苍王啊！这股力量既是王爷先天便有的，那依奴家浅见，定是你后天习的灵力术法与这股力量相冲，所以才导致2股力量无法融合。后天习的灵力术法？我的一切是灵尊那里学来的，碧海苍珠也是他给我的。灵尊既然知道碧海苍珠，便必定知道我身体里的灵力与碧海苍珠的力量相冲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要如此教我？哟，神君这半夜来寻奴家，便不怕姑娘醋了？你的铸剑台为何不如以前好用？神君这是越发的不见外了。神君还能缺兵器？他的。这应该是杆枪吧？此前定是个宝贝，只是怎么断成这般模样？神君，你重铸不成，可怪不上奴家的铸剑台，分明是神君你自己身上有伤，不行。认识这么久，没看出神君是情种一个呀？遇到了，有什么办法？只是这姑娘的身世确实是比常人要离奇一些。不过神君放心，奴家心中有数的。只是这枪呀，依奴家看，只有你那灵气充盈的天外天方可重铸了。
姑娘，奴家先前看到你身上有好多伤口，真让奴家敬佩。这伤疤呀，都象征着荣誉，真帅气。不行不行，奴家不要那天外天的星辰了，奴家还是要给你找个郎接。姑娘，你看神君多紧着你呢。治疗吧。奴家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嘛。你们夫妇俩可真配，都是一样的美曲。妹妹，姐姐有一件事想了多天，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。你说。不知你有没有感觉到，你身体里的那股灼热之力，似乎并非是单纯的灵气或仙气，再加之你之前与我说，那股力量的来源是碧海苍珠。容姐姐大胆一猜，我觉得你那碧海苍珠更像是妖的那一代。妖？你看，这便是我的内丹。你的内丹就这么随便一放？据我所知，这妖怪若是没了这内丹，会死的吧？姐姐早已不是寻常的妖怪了，不要用常理来衡量我。你还是把它收好吧。好，听妹妹的。妹妹，你就没觉得自己的身世有点离奇吗？我只知道，我是在战场上生下来的。我父母皆是灵界军队中人，我是被灵尊养大的。千年来，从未有人质疑过我的身份，我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离奇。或许你那灵尊有许多事情瞒着你呢。待你伤好，回去问问他，会有所得。这是最后一次治疗了。今天这风雪啊，真的是。二位兄台，我就先走了。兄弟，慢走啊。咱们一走吧。又空等了一天，明天再来吧。走吧。风雪太大了，上不了山，都回去吧。熟悉的气息，没想到他们也在这儿，真是意外之喜呀！
可真是个稀奇的日子，竟然有些个不要命的家伙到奴家这里来撒野，可难对付。治疗不可中断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都有神君在，凝神静心，莫受其扰。看来是有些难收拾，不过妹妹别怕，我先出去将他们应付了，再进来接你。我和你一同去。你没有武器，灵力也尚未完全恢复，你不能去。在没有被完全治好之前，你便安心在此疗伤。我来。去，把金蛇大妖给我找出来。老娘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有见过哪个活腻歪了的敢来我这儿放肆。万年蛇妖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哦，你就是那个活腻歪了的。
原来金丹在这儿。来者何人？此人竟还活着，这战斗力与几天前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，不能与他硬拼。沈离，小心！金丹抢回来。星芷，你醒了。金娘子说，这里是她丢掷邪念欲望的地方，她在这里施了封印，应该没那么容易出去。她倒是会挑地方。此处本就是天地大道间自成的一个封印之地，再加上她的法术，易进难出，这儿确实是一个封印妖物的好地方。金娘子跟我说，跟我体内这股灵力所抗衡的，或许是妖力。她都能看得出来。你与我相处了这么久，难道没有看出来？你为何不曾跟我提过？罢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。
没提就没提吧。你还好吗？你们还活着吗？这外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群不长眼的，倒是不难对付，就是有些难缠。这不是把奴家给缠住了，还害你们掉进了这个地方。你既然都来了，让我们出去吧。神君，这你可为难奴家了。奴家在这地方设置了几千年的封印了，哪是那么好解的呀？这个口呀，只能进不能出。你们要是想出去，得到达一个阵眼，那里才能出得去，就在后山上。行了，我去那边接应你们。他的身体还得继续治疗呢。走吧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撑得住。好了，我背你。来。你受伤了？没有。这是之前在东海的时候受的伤吗？没事。别背我了，放我下来。别动。我自己能走。别逞强。没事儿，我们尽快找到阵眼。我可以自己走。如此，便只差碧海藏珠了。行至此前，冰封东海，深中带伤。沈离也是半个废人，算是强弩之末。今日正好趁此机会找到谁，一举夺得碧海藏珠。这是哪儿？灵蛇之地。星芷，我们还有多久才能找到阵眼？我的身体烫得有些不对劲。必须立刻融合碧海藏珠，不能再拖了。去那边打坐。走。你告诉我，他是如何给你治疗的？让寒气运行我周身血脉，助我融合碧海藏珠。好。星芷，闭上眼，定心神，这样我的术法才能更容易游走你周身血脉。
退兵。谁？定心山。有人说话。这里的气息本不清，被傀儡的瘴气影响，变得更加浑浊。所以你一定要清醒精神，不受它影响。他为你疗伤，运送功法，背上的伤你也不大。要咒你如何，天然之法最适合。胡言乱语，不可能！有何不可能？他是神，身负天下，他不能动私情。他不能动私情是他的事，你怎么办？你是神人，没人规定你不可以动私情。既然他需要克制，那你主动不就好？滚！既能让他不犯天道，又能满足你的一己私欲，就在这个世上，没人会治疗你。你从来只会压抑自己，克制自己，一心只想守护灵界族民，盼望天下消失。你可曾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？一生就放纵着人死，就在这儿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，天道也会不到行止之头上。这是你是人，一时不克制不住。你很爱他，他也是人。你很爱他，他也是人。你还不知道。神医，你看啊，神医，看过来，神医。刮骨，你拦不住我！从前，从未觉得三界有多大，而今时今日，我竟然连一个东海都寻不完。这便是你听到的冰封东海，也是他奔上山心头阿的由来，更是他的不堪回首和难以忘怀。这就是你的这一离开结的果。千年过去，还不够吗？天道诞生，若不想你们动情，却又为何赋予你们七情六欲？天外天，上过世，一个个离去，只留你一只骨，打破它又如何？这天道为命又如何？你故意引诱我，在这阵法里看到这一幕，意欲何为？我能看到的，我能让你看到的，不过是人的欲望。这些就是行止，是他挥之不去的心头梦魇。而我是你心中的人，不是，不想，不是你独享。我就是你想又害怕做的自己，不是你留下。
心神，知道吗？对不起。你为何与我道歉？若你我不曾相遇，我从未爱过你，你我也未曾，就好。阿离，我活了这么久，数万年的光阴，可最让我庆幸的，就是遇到了你。可是你遇见我，你便受到了天罚。我受到逆天惩罚，并不是因为遇见了你，而是因为失去了你。我早就想这么做了。阿离，我觉得我们要克制一下。我很冷静，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不许拦我。如果选错，那也是我的错。各赴诗缘，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指连诉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血诉天地便已散成黄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，林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梦似幻，倾落红尘便已念成王，再多缠绵住一生孑然，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忘。情爱恨铭刻入骨的泪，不负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在各赴诗缘，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指连诉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星辰，东海之上，我涅槃未成的那最后一刻，我以为我会死掉。那时候，我最后想到的是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会一直在，不管天崩地裂，生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这么久没来后山，那地方在哪儿来着？这力量，我功法回来了，甚至
更甚于钱。今日一事，皆是我的过错，神君无需自责。第一，我没有自责；第二，你有什么过错？第三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一直都很清醒。你疯了？约摸着是吧？从你葬身东海的那一刻起，我好像就不大正常了。不行，我可以疯，别人可以疯，甚至3界都可以癫狂，但是你系着他们的命，你不能疯。可是我早已经坠入了万丈深渊，我挣扎过，我拒绝过，可上天还是不曾放过我。阿丽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若只是动了情，未曾行逆天之事，便也不会受到天道反噬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先想办法出去吧。金娘子说有人攻山，怕是……沈莲，我活了这么久，也就只遇到你这么一个女人。你在想什么啊？那事儿之后，你可以立刻跟我翻脸，谈正事，还没有半点含糊。先前我还未曾注意，但这一回，又见到那些散发着瘴气、如同傀儡一般的人，倒是让我想起一段往事。当初魑魅祸乱灵界，你听说过吧？听过。数千魑魅出现于灵界，这并非偶然，乃是由上一届灵尊6名以秘术炼制而成。6名觉得仙界无能，不甘心与仙界平分天意，欲灭之。然而遭受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，以恐损灵界族民之忧挡了回去。6名心有不甘，私下炼制了数千魑魅以攻打仙界。当时魑魅的数量过多，力量过于强大，致使他无法掌控，从而有魑魅之祸。灵界无力抵抗，便传输给仙界，天君才来寻我，便有了之后的封印魑魅一事。当年与蝎尾狐一战，便弄得我灵界战士狼狈不堪。可想而知，这数千头魑魅的力量有多可怕，而这竟然是被一个人炼制出来的。而那人若是没有你的封印，只怕会害尽苍生。当年初下灵界，我首次与魑魅对战，不知道他们为何物，但我发现他们很难被刀剑法术杀死，即便他们被杀死，
也会变化成一股黑烟，被附近的魑魅吞到腹中，从而增强另一只魑魅的力量。若是如此，封印他们确实是最快的方法。而此前，我为此感到抱歉。你有没有想到什么？什么？极难杀死，黑色瘴气，行为疯癫。那些傀儡，还有追来的黑衣人，也是类似于魑魅。我们第一次在锦绣城跟他们遭遇时，他们或许尚未做得完全，但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下来，倒是让我觉得，炼制他们的人技术见长。浮生，他为什么会知道炼制魑魅的方法？又为何会知道你的止水术？他究竟想做什么？依我看，浮生此人未必知晓全部炼制魑魅的方法，否则他大可直接炼出魑魅，又何苦折腾出这么些，看起来还像是个半成品的傀儡。他应是知道一些，而我记得6名已经被我斩于剑下，世上不该还有谁记得炼制之术。而所谓的止水术，在我看来，是凝冰术，你说过。对，没有神力，如何操纵神术？至于他们如何知道神术，你可还记得顾城锦？记得，顾城锦、景言是动了私情的青叶，被夺去了神格，是你的挚友。是啊。止水术是我的术法，但我却教了一些给青叶。而顾城锦那时，浮生他也出现了。兴许是他设法窥探到青叶那些关于神明的记忆。止水术，他可能学到一点皮毛。现在想一想，当时有许多事都是他暗自动的手脚。烧你的院子，小河的忽然发疯，都有他一份。那你说，他要做这些事，他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？他的目的是徐天渊。彼时魑魅逃出，重伤边界守军。而后不久，你便来冥界重塑封印。再不久，人界地仙山灵被相继抓走。虽不知他们抓山灵地仙的具体目的，但必定与浮生造出半成品的傀儡有关。那时我还在锦绣城中，我与被炼制成傀儡的子夏交手。想来，他这些炼制魑魅的方法，皆是来自于虚天渊中。那么多的事情，当时看来不过是表面的模样，好似一切都是自然如此。原来在表面之下，竟还有另外一只手，在推着事情发展。那这些事儿，你一早便知道。我也是待线索多了以后，
才慢慢把事情串联起来。那我们要快点出去。我要回到灵界，尽快禀报给灵尊，做应对之策。千年前，我封印魑魅之后，元气大损，无力再掌管灵界。你的师父沈沐月成了现任灵尊。我对他不甚了解，但我敢肯定，他有世脉。灵尊会欺我瞒我，但绝不会害我，我相信他。你若是也会如此信我，那该多好。那不一样，他与我来说亦师亦母，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，所以他就算是欺瞒我一生，要了我的命，给他又何妨？我怎会让你把命给他？事到如今，你让我怎么舍得？金娘子不是说与我们来会合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她不会有事儿吧？这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不说别的，论逃命的本事，他是1等1的好。哎呀，奴家这好不容易才脱身，这还想着下来救人呢，便听见神君这样说奴家，真是好让人伤心啊。奴家不依，神君得与奴家道歉才是，不然奴家就不救你们出去了。如此，我便不道歉了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哟，神君这是还想和妹妹待在一起呢，那奴家可更不依了。好了，赶快吧，带我们出去。走吧。刚才在里面，你没有被欺负吧？没有。没有。神君一身清正，这些邪念自是无法造次。快走吧。妹妹，你的功力恢复了，你是怎么治好的？小心！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下可糟糕了，这不可能啊！他哪来这么大的力量，把我的封印都冲破了？依我猜测，或许是他们吸食了我们的情绪和欲望吧。神君，你的欲望是有多强烈啊？你这可把奴家给害苦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何你如此害怕？我才不怕呢！奴家好歹也往这里面扔了上万年的脏东西，这时间一长，它们就凝出来一个形状，就像是奴家的一个分身，所以比较了解奴家的弱点。哦，既然如此，
那你也不能与他对阵，由我去收拾他。妹妹，你此生如此有担当啊！好好说话，不要做没有必要的举动。哼！妹妹放心，奴家收拾得了。他就是麻烦在最能蛊惑人心。你们在里面的时候，定是中招了吧？行了行了，那奴家要去抓他了，就不送你们了。你们顺着这条路出去就好了。走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跟一群冒着黑气的怪人打了一架，打完我才发现，我的内丹被他顺走了。虽说我要不要那内丹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凭什么白白给了他呢？我不管，你们得去找他们算账，给奴家讨回来才是。走了。哎。浮生，他们为什么拿他的内丹？日后自会水落石出。我们走吧。谁？莫风，沈王爷，好久不见。这是浮生。记住共生，莫方的身体已被浮生所攻。浮生，今日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一个废了的碧苍王和一个重伤的上古神，也想与我算账？凭什么？如今我是不宜动手，但谁告诉你他废了？融合了内丹之力，这才是神力。停滞背景，仿似天塌了也能靠一己之力挺起来的碧苍王。完全融合了碧海苍珠，变得如此厉害。如今少主这身体，是对付不了他了。尔等蝼蚁，竟敢亵渎神明！
对我怎么样，你便动了这么大肝火。总把你当成病秧子。先追人吧，他被你的火焰击中，应该跑不了多远。走吧。嗯。这个林子的雾很奇怪。这应该是他们设的障眼法。得把他找出来，问出浮生的计谋。我们分头去找。心机。你看见了吧？他对你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！闭嘴，少主，你为他所做的一切根本不值得。我叫你闭嘴！为何帮我？你救过他，他不愿杀你，我随他所愿。他总是嘴硬心软。你以为你很了解他吗？你不过是后来者。后来居上。你远不了解他。你怎么把他放走了？此前，你不也放过他一次吗？仅此一次，还他救我出地牢之恩。下次见面绝不手软。那是什么？天为天落石。天外天落石。看来我得回去看一下了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当然得回去。赶紧走吧，别磨蹭了。站住！灵界何人？胆敢擅闯仙界南天门！我是碧苍王府的侍女，我来仙界找行至神君。你可有灵尊手谕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来找行至神君的。他把我家王爷的赤羽枪拿走了。
那是某王爷的遗物，是属于我们灵界的。我来找神君，让他还给我们。你没有灵尊手谕，莫说寻找神君了，哪怕是仙界，我们也不能放你进去。你快回灵界吧！我不回去，拿不到王爷的枪，我绝不回去。不回去，我们也不会放你进去。难道你还想在这耗着不成？我不管，王爷的枪我一定要带走。我仙界南天门，岂容你在这放肆！尊上，这是灵界各地的奏章。还有一事，王爷的侍女肉鸦似乎去了仙界，要去找行止神君，讨回王爷的断枪。要将他带回来吗？让他去讨吧。是。尊上刚才没让咱们俩把那小丫头抓回来吧？尊上也一定很想念王爷吧？他希望肉鸦能将那断枪讨回来，纵使知道不可能，可总要有个念想吧。是啊，人回不来，物能回来也行。我问你话呢，神君在哪儿？如今神君心神不稳，我让你看着他，就是怕出什么意外。现在天外天往下掉石头，你竟然告诉我神君不知道在哪儿？你最近是不是又到人间吃喝玩乐去了？啊！我以为你成长了呀。我答应了神君不说，黄爷你要斩便斩吧。这天外天往下掉石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你今日要不说，我定斩不饶。左右那天外天落石，也只落在人间的山野荒地，并未造成多大损害。我能让神君逍遥一天是一天，绝不供出神君行踪。你气死我了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们给我等着！草王，竟真的是他，竟然还活着！我去禀告天君，快去！神君，这是要去天外天，神君请留步。前些日子因您在东海处行事稍激，天外天有所松动，现在回去怕是不好吧？可有伤到人吗？只是零星落石，在仙界并未伤人，不过将九重天砸出了洞，落入了下界，万幸没有伤及下界黎民。神君，神君留步啊！神君留步！居然和神灵，真的是神神君，他还活着，你这真的被神君找到了。你糊涂啊！这个比苍王真是祸害1000年，神君如此行事，怕不是着了那神灵的道？哎，说不定这还是灵界的阴谋呢。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，你也有这么一天，被认为是祸国妖精？神君，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开玩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李苍王，东海涅槃，乃是3界一大幸事，我等也知知计难觅，但世间难有两全之时。望神君谨记重责，连3界疾苦，苍生不易。愿神君自断情谊，以报天下安危。望神君连3界疾苦，
苍生不易，愿神君自断情义，保天下安危。你看，没人愿意祝福我们。三界疾苦我知，苍生不易我也知。只是行止，至今从未做过伤害过苍生的事。众仙家以从未发生的事来论行止的罪，实在不该。那神君前些日子在夏季，以止水术冰封东海10天10夜，违逆天道，以致神体受损。天外天已有所松动，瓦石覆下，穿9重天而过，落入夏界。虽未伤人，但却让万顷山林被毁，连绵大火在人界山中烧了整整半月。雷以百计的山林土地，连日施法灭火。敢问神君，此事可否论罪？此事是我的过错，理当论罪。那神君作为最后一位尊神，如今天外天已与神君身体紧密相连。这一次，神君寻回碧苍王，只是令天外天落石降下。那下一次，他若再遇意外，神君你岂不是要拉着整个三界来陪葬我？敢问神君，苍生如何能安？神君莫怪，乌元仙君性直严厉，但说的不无道理，还望神君三思。望神君三思。碧苍王，你忍心眼睁睁看着神君万劫不复，三界因你陷入动乱吗？此件事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跟碧苍王毫无干系，还望众仙家不要胡乱指摘。再者，行止有错，但只错在妄动神力，违逆天道，而并非错在心属一人。听神君这意思，是打算一意孤行了？这可不行啊！神君，万万不可呀！神君，天外天松动，我自有补救之法。人界山林烧毁，我也愿意承担责任。可唯独沈离，我一步也不会退。且不论你们，就算是他，也不能说不。神君与三界有恩，我绝不会对神君动手。但神君对沈离若再执迷不悟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。神君今日若不和沈离分开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离开。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此事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不服者，借碧苍王的话，尽管来战。天君与众仙君所言，沈离心中自有分寸，神君有神君的想法，沈离有自己的原则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先解决天外天落石的事。看来碧苍王还有分寸。眼下天外天落石一事，确实耽搁不得。望神君连三界疾苦。望神君连三界疾苦。啊
我到仙界，就是要回天外天，解决此事。这次解决了，那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又该如何？你们二人，我与仙界众仙绝无祝福。怎么了？这便急着找回你的原则了？此前我没有出声，但也不代表我赞同你的想法。你跟我在雪山已经……雪山是我的错，我当时便认了。既然你都认错了，那你不打算负责任吗？抱歉，我不负。好一个负心汉，薄情郎啊！我的想法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是知道我的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这件事在我这儿没有回旋的余地，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。先去天外天吧，如你所说，解决天外天落实是当务之急。这个忙，你总得帮我。走吧。你此前都是从这里进入天外天的。他们灵位的所在之地，自然是离天外天最近的地方。天外天从不允许神明之外的人踏入，你带我进去，可会遭到天谴。这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没有其他人上去过呢？从古至今，爱上别人的上古神，我又不是头一个。依照我对他们的了解，没有谁会像传闻中一般正直乖巧的。这天外天的星辰，好美啊！是啊。这里之前一直是这样的吗？是。若这些山石都掉入下界，是不是与你身上的伤有关？不能再让它坍塌了。
千仙归一。你的身体这不就拉住了吗？你看那些仙界众仙，动不动就拿三界苍生来逼我。纵观三界苍生，还有何人受桎梏如我？你位于高处，受苍生爱戴，得天之大利。这三界，又有谁受供奉如你？哪有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的事？我就是抱怨一两句罢了，这也能换来一顿教训。在灵界，我吃穿皆是受他们供奉而来，我没有别的本事，唯有用武力来护住灵界子民，让那些心甘情愿供奉我的人得以平安，也算是对得起他们。行者神君，你我或许有生而就要做的事情，这是责任，也是使命。你以为这些道理我不知晓吗？我喜欢你，我比任何人都渴望与你在一起。我想跟你回到那个院子里，我们坐在葡萄藤下，吹吹风，晒晒太阳。我此生只爱过一人，那人皆是你。我有的时候因为喜欢你，而变得连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。但我很明白，感情并不是我活着的全部理由。我有我非做不可的事，你也有你非承担不可的责任。所以，不是全部理由，但至少是你活下去的其中一个理由。这对于我而言便够。我的责任我自会承担，你要完成的事我也会替你完成。若什么都要你做了，那还要我来干嘛？你就在此安然无恙便好了。荒谬！既然天外天的落实已经被你掌控，那我便回灵界了。你不会放手？岂有此理！我做什么为何要征得你的同意？我会心疼。我会心疼你。那些危险的事，就交由我来做。行止，我并非任人把玩的雀鸟，不能囚在牢笼里。这样说，行止，你的身体
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左右你的生气，这么做至少让我安心一点。在这儿好好休息吧，我的错我自会承担。你，我要留下。3界，我也要护住。他当真是个混账东西。你说你真的很不靠谱，让你看着神君，人神君都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我哪知道他们这么快就回来自投罗网？还有先前让你跟着黄爷爷去南天门，我都听说黄爷爷跟神君差点在南天门打起来，你都不知道。那黄爷爷让我跪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没有神君的气息啊！他和沈离当真来了？哎，看来你们也不认同我这样行事。但我只能这么做。灵尊，天外天落时撞入了被灵界遗弃的旧城，并未造成灵界子民伤亡。灵尊，徐天渊呢？自从上次神君重塑虚天渊五行封印后，虚天渊一直很稳定，并无瘴气泄露。此次天外天落时，也并未殃及虚天渊。好。灵尊，沈姨的丫头，还是这么没大没小，什么地方都敢乱闯。罢了。枪药回来了。尊上，是王爷，王爷他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是真的，仙界的仙君亲口跟我说的，说神君带着王爷从仙界的南天门境。啊，尊上，尊上，见过神女。兰儿何事啊？黄爷爷，何事说嘛？那我说了，你别激动啊。啊，不激动。那我真说了，神君将碧苍王沈离囚禁在天外天了。什么？你敢呀？沈离不是说他有原则吗？办事情他的原则呢？哎呦，这事儿的症结在于神君，不在于碧苍王。啊？神君主动的？糊涂啊！他神君呐，他如此执迷不悟，让我等如何是好啊？你看你总是这么激动，那不激动怎么样呢？让我微笑吗？哎呀，那便上天外天，将我灵界的碧苍王带回去。神君，没事，我已经感受到前方的落石了。你先到其他地方，先搜索一下。待我收了这里的落石，便去找你。好。
灵尊为何而来啊？行至神君，将我灵界的碧苍王带回天外天，强行囚禁，此事实为荒唐。我灵界定不会坐视不管，沈离，我定要带走。可天外天除了上古神，无人能进啊。听闻幽兰仙子幼时体弱多病，天君曾求神君相助，仙子被神君带到了天外天，仙子得此殊荣，便有了神女一称。不知神女是否知道神君登上天外天之法？我那时年幼，确实是记不得了。如何从上古神的房间去天外天，我是真不知晓。而如今神君下界寻找天外天落实，恐怕我们是找不到上天外天的办法了。神君去下界收集落石，他不在，我们才能去找办法。无论如何，还请天君引我去西院一试。让碧苍王回到灵界，那也正是我所求啊。叨扰诸位神君，实为我等过错。可事到如今，我等别无他法。行止神君乃上古最后一位神君，如此行差踏错，累积3界，为时不改呀！我等愿劝说行止神君止于歧途之处，能规劝他寻回初心。幽兰，啊，你可还记得，神君带你上天外天之前，吟诵过什么咒文，或者是启动过什么阵法？神君当时就看了我一眼，就是那一眼啊，便是上天外天的关键呢。哎呀，皇爷爷，当时神君就很寻常的看了我一眼。神君行事，何谈不同？定有蹊跷。那我试试。试试。好，我试试。来，丫头。当时神君就这么看我的。哎，那边再试试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我再换一遍。你下来。啊？道行不够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你上去试试。
是不做什么动作呀？那个，灵尊啊，要不你来试试？你确定就看了一眼？确定。这个，仙界好像不太靠谱。你是今日才知道他们不靠谱的吗？安逸惯了。灵尊！纵使神君行差踏错，我们也不能对诸神灵位不敬啊！没有，我只是想寻找去天外天的办法。但这些灵位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机关什么的。皇爷爷，灵尊，我看在这儿也寻不到上天外天的办法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若是下界的神君回来撞见我们在这儿，恐怕之后更难上去了。也好，回去你再想想，除了那一眼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？啊？好像真的就那一眼了，皇爷爷。想不着啊。这一片的落石，应当尽数收回了。